究竟是怎样的母亲才会亲手把剧毒农药喂给自己的儿子，造成其中毒身亡？而这位母亲为了掩盖自己恶魔般的罪行，赫然把孩子带回老家，再由他外婆帮忙丢入了冰冷而又漆黑的寒洞里。你是把对方过来误导他？你把误导没？这枪，这也是老毛解说那么多场案件最难受的一次。那么今天这个恶魔般的母亲究竟是为何才把手伸向自己天真无邪的孩子呢？娃娃是母亲身上掉下来一坨肉嘛，是吧？自己哪会那么忍心去下这个手？啥样的心也猜不透。今天就跟随着老猫一起走入这起让人无比悲痛的故事。这一切还要从2019年2月7号的一个晚上说起。这天，蓬溪县公安局突然接到一通十分着急的报警电话。喂，你好。喂，你好，我这不见了一个儿。通过了解，拨打电话的女子名叫陈月。据她所说，自己年仅7岁的孩子周阳突然的失踪，而身为母亲的陈月自然是显得格外的着急。不仅如此，看似十分担心的陈月，也是第一时间跟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属来到公安局，要求民警第一时间查看案发周围的监控录像。为了尽快找到孩子的下落，民警们可是丝毫不敢耽误，随即就调出了案发周围的监控录像，进行仔细的勘查。这一查果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视频上显示，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身穿红色外套、开着电动车的女子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通过仔细辨认，这名女子正是孩子的母亲陈月，也正是前面的报案人员。监控上还显示，当时陈月的电动车前面还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陈月失踪的儿子周阳。前面有一个小点子，类似像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蹲到这个踏板处。不久后，也就是17点30分左右，只见陈月在某道路的位置把电动车停了下来，随后他做了一个举动，那就是把一瓶水拧开瓶盖，然后递给周阳喝。几分钟过后，突然周阳探出小脑袋，不停地呕吐，很明显这瓶水有极大的问题，而陈月更是有着重大的嫌疑。这分明就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戏份，那还得了？随即民警第一时间控制了陈月，并对他展开了审问。一开始时，陈月那是百般狡辩，拒不承认。最终经过民警2个小时的大记忆恢复之术，他承认了周阳失踪一事正是他所为。而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陈月把周阳带回了自己的外婆家，再由他的外婆丢入了一个漆黑的山洞之内。你是把对方过来误导他？你把误导没？这枪，很快，小男孩也是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只是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再也无力回天。小朋友，他连嘴巴全梗的，嘴巴都打不开，说明那个病人去世了一段时间。就这样，年仅7岁的小男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本想好好感受这美好的世界，殊不知半路杀出了一个恶魔般的母亲。而通过了解，陈月当时在电动车上让周阳喝的正是一种名为敌敌畏的剧毒农药，真乃残忍至极，泯灭人性。那么他又为何下如此的毒手呢？这一切还要从陈月的家庭说起。据了解，陈月本就有过一段婚姻，但不久后便离了婚，带着一个儿子跟周某组建成新的家庭。而当时的周某也是刚跟前妻离婚不久，带着1儿1女。就这样，3个孩子便成为了新家庭好伙伴，跟随着陈月、周某夫妇一起生活。但由于3个孩子实属难带，于是乎周某便跟陈月说，让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夫家养。陈月为了新的家庭的幸福美满，最终同意了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了前夫家里。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着。一开始过着还算凑合，其乐融融。可女人的心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产生了极大的怨恨，而这个怨恨的根源正是周某的前妻吴凤。尽管吴凤跟周某已经离婚了，但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偶尔会过来周某这边探望一下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在陈月的眼里，这2人可能藕断丝连，举止亲密过于暧昧。等他到家里来主要是啥事？看完了，教完了，然后跟周总暧昧很暧昧。你觉得暧昧是啥子意思？就是，反正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他们俩坐得很近，然后动作很暧昧。于是慢慢的，陈月就产生了怨恨，心里想着，我怎么像个保姆一般照顾着别人的儿子，而自己的亲生儿子却不能碰面，也不能照顾，我岂不是个大冤种？越想越气，
越气怨恨就越大。此后看着周某跟吴凤的孩子一家团聚就来劲。2019年2月7号这天，周某一家老小吃着团圆饭，其乐融融，不亦乐乎。看着如此幸福的画面，陈月那是闷得慌，看不过眼，于是他就开着电动车出去透透气。正巧这时候周洋在门口玩，于是便开口说道要跟他这个妈妈一起去玩。当时骑电瓶车准备出去耍，然后因为小娃就在马路边上耍，看到他后就喊他妈妈，我要跟着你哪去？他沉默地说我要出去耍，然后最后那个小孩子说妈妈我要跟着你去。就这样，周洋跟随着陈月上了车，但殊不知这也是周洋的最后一次上车。因为此时的陈月对周洋的怨恨达到了一个可怕的数值，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让周洋永远的消失。既然我不能见我的亲生儿子，那么周某我就让你跟你前妻永远也见不到周洋。就这样，他把车开到了一个卖农药的地方，买了一瓶敌敌畏以及一瓶水，然后把车开到路边，拧开瓶盖，让周洋给喝了下去。出于对继母的信任，周洋二话不说就喝下去了。但殊不知这瓶水里有着继母冲的敌敌畏在里面，很快周洋就出现了呕吐、无力等行为。见此情况的陈月害怕不已，随后就带着周洋来到了他的外婆家。但此时的周洋还奄奄一息，其外婆出于本能想要施救，但陈月叫他少管闲事，置之不理就行。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说这个马姐哟，陈队长，你没有把你这个马姐，说没得，说没得。他摸你不懂。而此时周某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便打电话给了陈月，叫他帮忙寻找。于是就出现了着急的陈月帮着周家找孩子，惊慌失措找孩子的表情让他表演得淋漓尽致。殊不知在帮忙找孩子的期间，他还偷偷打了一个电话给了他的外婆，让他偷偷把孩子埋了。他说问我死了没得，我说还没得啥子气了。他说死了，喊我背到坡上去埋了。要说陈月的这个外婆严祖华也是个冷漠无情的狠人，赫然眼睁睁地看着奄奄一息的周洋在毒药中痛苦挣扎到死亡。既然面无表情，老猫只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蛇鼠一窝呀。而等周洋没了呼吸后，这位狠人外婆生拉硬拽地把周洋拖到了漆黑无比的涵洞处，无情地丢了下去。你把那个影像放到了涵洞的时候，当时你想，他到知道没有？还有气。都了没得啥子那个就像那个老人死了没生气。如此恶魔般的陈月就是这么心狠手辣，而其外婆更是冷漠无情。最终他们也迎来了法律的制裁，陈瑞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其奶奶也因自己的无知冷漠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就此本案结束。这里老猫要说下，爱情本是一件美好又神圣的事，请不要因爱生恨而造成人神共愤的事，因为这样会让真正爱你们的人感到心寒。